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集要带您来看看乌俄以及以黎的冲突。首先，我们先带您看看乌俄战争目前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俄军的攻势还是相当猛烈，在猛攻这红军城。那么当然呢，这个乌克兰还是锁定了库斯克地区。但现在双方的局势是怎么样呢？是每日发射4600枚炮弹，俄军强攻这个红军城，两军陷入对峙。乌军95旅突破了库斯克的防线。在俄军的部分呢，他们每天发射多达4600颗炮弹，但是乌军每日的炮弹消耗量大约是2000发，所以比起来，其实4600跟2000是有点悬殊的。那么目前红军村已经是目前完全沦入了在这个战火当中。乌军的第95旅呢，现在也在乌俄边境取得新的突破，但是突破的区域好像没有太大，就是有一点点斩获。那么现在新战场的这个胡利达尔遭到俄军3面围攻。道路中段有埋伏，乌军只能徒步9公里增援抢救。俄军现在猛攻这个地方呢，俄军的炮兵也在这个地方使用一个新战术，就是为乌军留下一条狭窄的撤退走廊。如果乌军使用该走廊，俄军将使用现在可以用的弹药攻击他们撤退的残部。那么现在胡利达尔已经被俄军3面包围，唯一通往城市的公路也被俄军给切断了。所以呢，趋于下风的情势，乌军不惜一切也要保卫这个地方。那么目前乌军在前线打战，他们的总统泽伦斯基呢，则是跑到了美国白宫去，希望美国可以多多增援。那么拜登也宣布了军援乌克兰超过2500亿抗俄的这个武器。那么美方重申将持续提供援助，协助乌克兰守护自由跟国民安全而战，直到迎接胜利。有人就认为，这个美国前面才说要停战，但是在背后似乎还是持续的在摇旗呐喊当中。我们带你来看到，现在就连以黎战争，美国是不是都还在助阵？透过这张图，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现在除了跟巴勒斯坦打仗之外，还有黎巴嫩，甚至伊拉克、伊朗跟也门都有5支战线同步在进行当中。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南郊现在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因为以色列说他们要轰炸真主党总部。虽然呢，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目前是没事的状态，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烽火可以说是相当的惊人。消息人士说，这以军空袭贝鲁特南郊，目标就是要针对真主党的领导人，不过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成功的状态。只不过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跑去联大来做发言，但是似乎很多国家都不给他面子。我们带你看看这段画面。The Assembly will hear an address by His Excellency Benjamin Netanyahu, Prime Minister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 request protocol to escort His Excellency and invite him to address the Assembly. Order,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order. 好，可以看到这个尴尬场面呢，在这个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上台之后，很多国家的代表都赶快离席了。尤其是现在他传出来攻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南郊，美国赶快跳出来说，事先都没有收到以色列的通知，不知道他们要做这样的袭击动作。但是现在以色列想要空袭真主党来做斩首，拜登下令要调整中东的战力。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锁定斩首歼灭真主党的高层。担心中东会陷入全面大战，美国总统拜登下令五角大厦应该要评估调整美国的军力。那么美国又同步警告以色列不要跟黎巴嫩真主党全面开战。有人就认为了，你上一秒说不要开战，下一秒却又说要派兵，那不是自相矛盾，就在背后摇旗呐喊的意味相当浓厚吗？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王毅联合国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呼吁要解决这以巴跟俄乌战争来发展经济。王毅呢呼吁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乌克兰的问题上要用对话
谈判来解决危机，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要推动加萨尽快实现全面的持久停火。有人说，现在是不是美国呢已经没有办法当这个世界警察，应该要有中国来出手？中巴要多国谈乌克兰，王毅说召开一次国际和会，公平的来讨论所有的建议。中国跟巴西在召集这个发展中国家支持一项结束俄乌战争的计划，有17个国家出席了。大陆外长王毅跟巴西的外交政策顾问来主持，王毅就说应该要公平讨论，而且他们反对以危机当借口加强制裁的力度。很多人就认为这根本就是冲着美国而来。这样的会议，王毅跟布林肯在会面之前举行，17国包括了像是阿尔及利亚、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等洋洋洒洒的国家都有参加，美国跟欧盟都没有参加，但是法国、匈牙利、瑞士也派出了观察员。几个小时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回应了，会支持中国跟巴西的提议，只是表示这样子的会议对于俄乌和平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有人就质疑了，美国是不是还是不想放弃代理人的战争？不过说到打仗，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舰长，目前这个红军城的状况到底是如何？我们在讲红军城之前呢，我们先讲讲胜利计划。什么是胜利计划？也就是库斯克的部分。我们看库斯克啊，那这是22号，这个是27号最新的2张图啊。那我们看到这2张图的时候，我相信啊，我们的观众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打不动了，因为这个蓝色的位置呢，其实也就是现在乌克兰它所控制的区域。那这个红色的位置呢，也就是俄罗斯它反攻的一些区域啊。那我们来看22号到27号，这个已经6天了，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好像是打不动了。那所以大家会讲到说，那个现在啊，俄罗斯被牵制住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场景，也就是刚刚主持人所特别提到的红军城的部分呢。这个红军城呢，它的确切的位置在这边呢，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是有非常多的铁公路交错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那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好像也是打不动了。那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南部的地方。这个南部的地方有没有发现说它的那个位置慢慢向上推？意思是什么？这是真正的俄罗斯的胜利计划。俄罗斯的胜利计划，也就是他在库斯克，他在红军城，把你的主力全部拽住，拽住之后呢，我在别的地方打回来。我们刚刚讲的扎波罗热是一个，另外一个哈尔科夫，哈尔科夫也是如此啊。哈尔科夫它现在渐渐的往南打，哈尔科夫也就是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的东北角这个地方，它越来越往南打。那这个也就是啊，我们所看到实际上的现在的战果。所以之前泽伦斯基一直认为啊，他打了一场好的战争，直接进入库斯克，没想到中了空城计。然后呢，反而是他当初从乌东调过来的部队全部都在那边。现在乌东其实打的状况也不好。那为什么俄罗斯要拽住呢？也就是把你在乌东、在库斯克的地方全部拉住，然后我从其他的地方反攻，这个是俄罗斯真正的计划。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说，泽伦斯基啊，他却访问了这个美国，但是他最主要的，他是要去白宫，要去联合国大会，可是他先跑到了哪里？他先跑到了宾州的一个弹药工厂，还在某一个弹药上面签了名啊。其实这个共和党非常反弹，这叫做什么？我们台湾的执政党也常搞啊，这就叫做执政优势。为什么叫做执政优势呢？因为他这样去做，好像就是给了这些军火工业的真正的这些工人，也就是铁锈带的这些工人，好像是鼓舞，就是说啊，赶快做更多的弹药。但是实际上而言，他们的人能做出的弹药就是如此啊。也就是说啊，美国虽然嘴巴上不断讲，他希望这个俄乌战争能够尽快的回到谈判桌上，但是他的作为一点都不是。
杨老师，我们想问哦，这以色列去攻炸了这一个真主党的总部，美国赶快跳出来说，这我事先都完全不知情美国每次都说他事先不知情啊，那只有这个中国大陆在试射就是洲际飞弹的时候，他承认他事先知情了。我觉得这一次俄乌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核武大国是有势力范围的，核武大国之间呢，还必须要有缓冲区的，而那个缓冲区啊，从冷战到现在，就是代理战争发生的最佳的场所。所以俄乌战争其实就是如此。过去还发生过韩战、越战、两伊战争、柏林危机等等，好多。现在没有想到冷战结束了，沿着俄罗斯、苏联到俄罗斯，还是发生了俄乌战争。虽然攻击是俄罗斯哈，但我们现在都了解，一路走来，美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经营啊，以及北约的东扩，所以使得这个势力范围，核武大国的势力范围被挤压，缓冲区被挤压，代理战争在进行。美国到现在给大概多少？光是今年4月份就是600亿美金给乌克兰，前年、大前年这2年，起码也超过1000亿以上美金。那我们这边写的这个2500亿不对哈，这个他没有讲清楚，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错，因为这是他换算成台币的。对，因为这次泽连斯基跟拜登要了80亿美元，那川普说他每次来都会要个600亿，不，他今年给他600亿了，所以川普就称赞泽连斯基，当面称赞他，因为泽连斯基见他，哇，史上最伟大的业务员，每次来就带了一大堆钱走，然后他说，我当总统之后我不会再给你钱，我要结束这个战争。那结束这个战争呢？那现在中国大陆跟巴西提这个方案，6点共识，然后呢，希望就是说大家不要在那边趁火拱火，然后能够这个谈判，对不对？能够不要再把这个战争扩大。那泽连斯基就批判，哇，这个是完全不公平、不正义的。可是事实上，这个战争已经打成这个现在这个样子。各位，你知道，乌克兰在战前4000万人口，现在大概跟台湾人口差不多，2000多万一点。怎么说？有1000万逃难，有100万死了。那还应该有2900万呢，有将近500万已经在乌东地区。明年啊，马上这个月开学，他们的小学就要念的是俄罗斯的课本，所以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更不要说乌克兰的经济大概只剩下战前的40%不到了。所以各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悲剧。美国有没有能力？美国有能力啊，美国有能力继续支持这个代理战争，但是呢，拜登真的无能，他促使这样子的一个战争，我必须要说，也许是引诱俄罗斯的攻击，然后呢，他也没有去想办法停止，他有能力停止，现在呢，尾大不掉。国际新闻居然还一天到晚是他的消息，因为他的发言跟他的决策已经不影响大局了。我们就要看美国新的总统11月5号谁会来收拾这个残局。韩明哥，我们想问一下因为现在美国一直想要当一个世界警察的角色，但看起来好像现在都得靠中国大陆来斡旋，您怎么看呢？美国早就放弃世界警察，因为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冲突当中，美国有尽到任何警察的责任吗？不是啊，他在帮着，他完全在帮偏架，直接帮着以色列到处去修理别人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没有资格当世界警察。那也因为美国如此偏颇的态度，其实也让美国过去至少有一些国家还期待美国可以主持正义，现在大概全世界人没有人期待这件事，因为你美国就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呢，有的时候比美国人利益更高的是犹太人的利益，就是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美国已经把自己的过去几十年累积的这些信誉全部都丢尽了。那这次在这个纳坦雅胡在联合国大会演的这出闹剧，那当然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虚，他早就知道人家会虚，他的目的只要演给自己人看，表示我还是一样，对啊，我们还是一样在联合国是有分量的，我们讲话还是有人在听的，所以找了那么多人来在那边欢呼啊，干嘛？拍手，对啊，其实很难看，说真的很难看，因为他好像忽略一件事，现在是网络时代，因为你的其他的画面是会被你的子民看到的。
你以色列又不是整个把网络封锁掉，就算封锁，人家可以这个用 VPN 跳出来看，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的糗态是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啊。以色列，我必须讲，他们这一些作为，已经把他在二战的时候被屠杀的这些，让全世界人对他同情，已经一次解决了。以后世人不会再同情以色列，因为看起来你们是。当你们抓到权力，当你们拥有武力，当你们能够宰制别人生命的时候，你做的事情跟希特勒也差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以色列自己造成的这样一个后果。那问题是，俄乌战争现在到底要怎么解决？我们看到俄军每天4600发炮弹，然后乌军每天2000发。其实我老实讲，现在双方看起来就是打着玩的，听起来每天几千发很激烈，对不对？我告诉你还好而已。为什么？我举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索姆河战役，你知道从6月24号到7月1号8天的时间，你知道英军发射多少发炮弹吗？150万发，每天将近19万发。哇，那还是一次世界大战，所以100多年前的事。所以双方现在其实在我看起来，这其实就是一个中型规模的战争。那乌克兰当然得不到更多的援助，那俄罗斯这边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真的全员动员去打这场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乌克兰到底要怎么赢？我觉得越拖下去，乌克兰人是死的越多而已。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新闻大白话，这节要来带您讨论一下中国大陆的经济，尤其是最近 A 股真的是很夯。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呢，这个彭博就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一周，中国的股市创进16年来最大单周涨幅。大陆的股市自2008年以来创下最大单周涨幅。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激增，凸显了习近平政府加大经济刺激力度之后，投资者的情绪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么 A 股的创业板指暴升了8%，创下历史盘中的最大升幅。外资加速进场中国股市，对冲基金大佬更讲到了买一切中国资产。对冲基金的传奇人物 David 呢，他就讲到了，没想到大陆政策力度这么大，他说他一定会买一切大陆的资产，即使在最近的飙升之后，大陆的股市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那么至于高盛呢？高盛怎么讲？他说呢，周二单日呢净买入量创下了2021年3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净买入量，也是过去10年来的第2单日净买入量。现在是不是被股民买崩了呢？上交所交易系统出现了 delay， 而且已经陆续恢复正常，但是原因还在排查当中。这事情发生在9月27号上午 ，A 股有多位投资者直接反映，怎么开盘后上交所的股票交易系统就出现没有办法卖出也无法撤单的情况之下，而且这样的状况还持续了1个小时之久。现在大陆整顿经济，美国媒体依旧是唱衰的状态。现在呢，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6号会议宣示要全力的稳房市、稳就业，还要提振股市。继金融3巨头9月24号的联合记者会发布降准2码、降存量房贷利率以及多项利多之后，中共的中央政治局还召开会议，承诺必要的财政支出要来部署，以实现今年5%的经济成长目标。这是继中国人这个行等型金融监管机构公布组合拳支持经济股市之后，官方再次明确表态要支持的重点经济。那现在要救经济了，中国央行启动降准0.5个百分点。央视新闻报道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加大货币政策的调整强度，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精准性，为大陆经济稳定增长、高品质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货币环境。那么要提振经济，中国计划发行了9兆元的特别国债。那么有人说，这也是新一轮财政刺激的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是中国打出政策的组合拳，要来拼装一个经济的火箭筒。经济学家就讲到了，政府官员还没有详细说明他们的计划要如何结束长期困扰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但是如果经济要找到更稳固的基础的话，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那么外国的投资者现在也欢迎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但是
保持一个观望的距离。那么根据呢这个投资组合的管理主管就讲到了，因为他们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目前的计划是仅靠更多的流动性，无法实现长期投资者希望看到的持续复苏，所以他们认为大陆有通货紧缩前景，跟大陆房地产市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投资者才会把新的资金再度投入到中国大陆去。那么现在中美也还没破冰，会晤布林肯，王毅说，美方不能以两个面孔来对待大陆，应该要尊重来对话。他们两个见面之后呢，美国也释出了拜习将通话之后中美双方高层最新的接触，但王毅直接讲了，你不可以总是两副面孔，一边肆无忌惮的围堵打压中国，一边用若无其事的跟中方对话谈合作，这样子的尊重态度应该先拿出来才对吧？但是我们带你看到路透社就说了，布林肯在会晤之后说，他跟王毅都认同两国领袖沟通的重要性，预计在未来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可以看到更多拜登跟习近平的通话计划。那么现在大陆官媒也说了，王毅跟布林肯为什么一年要见4次呢？伴随着美国大选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现在拜登政府也在对华沟通上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既要避免冲突，又要有对话情形之下，所以呢，他们现在为了大选呢，只好一直不断的释出善意，但也要防止对手用对华示弱来攻击自己。我们要先问一下韩冰哥，你怎么看现在大陆的 A 股可以说是一柱擎天，一直往上冲？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就是整个振兴他们的经济嘛，所以现在是政府带头在冲经济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非常就是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了，整个股市开始往上扬，然后这个买气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虽然美国政府看衰，可是你可以注意到高盛啊、华尔街啊全部一致看好，你知道他们那边有一个金融股市，就是说它是虽然是在美国买卖股票，可是它在中国大陆上在生产的这些企业，那些指数都飙升，一个礼拜就飙升了大概十几%、11%，蛮多的。所以这非常厉害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才会有很多投资人是至少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是看好中国股市会继续往上走。那当然，未来到底能够保持这样的冲劲有多久，就要看它未来政策到底怎么拿出来。因为中国大陆虽然宣示了它要去稳定房价、稳定这些相关的经济状况，可是实际的办法到底是什么，还是不知道。那你也可以看到西方很多媒体都在讲啊，中国大陆现在地方的很多银行啊、政府啊都破产啊，已经快完蛋啊。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情况，因为我一直在看，我一直在观察，就是因为他们讲中国大陆有这个情况已经讲了好几个月。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中国经济应该效益已经也要显现出来，看它经济开始往下走啊。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些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去判断。那当然，我觉得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就是你降息啊这些东西，当然会有一定的刺激效果。重点是你新一步的经济走向到底如何，你的政策出台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要赶快给大家一个能够遵循的一个方向。那至于说王毅跟布林肯还是持续见面，那当然双方现在尤其对美方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他不能够在大选前出任何乱子，因为现在大选只剩1个多月的时间了。如果这时候中美之间出什么严重的状况，当然这是民主党承受不起的，所以他必须要积极保持联系。可是我觉得王毅跟习近平人是不是太好了一点？这时候根本不要见他。我如果是他，我就根本不见他。就我就是不见你啊，怎么样？因为王毅已经讲了嘛，你每次看我的时候讲一套，转身回去又做另外一套，那我干嘛一定要跟你见面？如果我是习近平，这个时候我会认为说，那等11月以后，你们确定谁是谁再来跟你谈。但还是蛮给他面子的。对啊，他还愿意跟他见面啊，还愿意谈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人是不是太好了？不要做人不要这么好，因为对美国人不需要做得好。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一个完全讲求实力的一个地方。美国人是你有实力，我才会看得起你；你没有实力，你对我再好都没用。该吃你，我还是要吃你。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减少跟布林肯、跟拜登的碰面，就让他急嘛，让他急一下又怎么样？那我们想问一下杨老师，你怎么看现在中国大陆祭出了很多政策，似乎就是要来救经济？他最近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刺激经济的这个政策哈。里面主要比如说包含下调短期利率到1.5%，从1.7%，比如说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然后呢降低房贷的利率，
支持房地产的这个市场，涵盖高达5.3兆美元的现有的这个房贷，然后呢，降低2套房购买的首付款的比例，本来是要25%，现在降低只要15%。它也为股票市场注入了8000亿人民币，所以你才看到就是上证啊，然后呢 A 股啊，然后呢深圳的这些就开始在涨，从3%到6%的不同的这个比例哈。那因为原来的实在是降得太低了，上海 A 股一度低到只有2700点嘛，现在来到了3085点。然后呢，支持地方政府购买这个滞销房屋的资金，所以后续可能还是会有，像是中期借贷的利率会下调啊，等等之类。我觉得这都是在刺激就是市场的这个信心。我们现在看到目前不管是自己内部还是国际上的这个资金哦，都已经开始对它的股市做这个投注了。那我们现在看出口呢？那出口其实这一年上半年1到6月，中国大陆的出口来到了12.13兆人民币，相较于去年增加6.9%，所以它出口在增加。然后我们看到它出口的结构转而变成比较是高单价的一些像是电动车、新三样这些项目，所以它的出口还是不断的增加。但它现在就是国内的房地产的价格起不来，然后呢，国内的消费也起不来。不过换言之新的消费形态出现了。以前是不是太过于热情了，太过于热度了，不需要这么多的一些奢侈品的这个消费，对不对？奢侈品的这些品牌，40%-50%以上都是在中国大陆，你有需要这么多奢侈品吗？我都买不起了，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在做一个结构性的这个转变，不要拿过去，我们要回到过去。美国什么时候能够回到过去一个新的形态？但是呢，现在它这个经济刺激的这个作为，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效益，因为最重要还是你这个体制嘛，你的出口好，那你现在这个人民有钱，只是大家消费形态改变，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都看好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是要去建构一个就是这个互动的机制，因为现在真的不知道这两个新的未来11月5号剩下36天。那哪一位当总统？哪一个当总统都搞不太清楚。一个是自己搞不太清楚，一个是自己很狂妄的以为什么都搞得清楚，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先建构现有的这个机制，让它在短期内维持下去，然后让彼此都知道，什么东西是对这个中美之间、对全球都有帮助的。大概在11月10号了到12号，习拜会就会在秘鲁的 APEC 高峰会见面。不过那个是给他的一个毕业典礼了。那我觉得其实，习近平人蛮好的，还是最后给拜登一个欢送会，毕业礼物。对。那我想问一下舰长，你又是怎么看呢？我们看到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最近又提出了一个新讲法，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冲击。美国对于大陆的电动车它提高了关税，提高到100%。问题在于，它提高了100%，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还是比特斯拉便宜，所以美国有这个本事让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进口吗？你没本事的。然后最后你还讲一个什么全球性抵制？没有，全球抵制的只有美国以及欧洲这一些经不起竞争的国家，你才抵制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其他的，你确定全球南方全部抵制吗？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哦。你确定非洲都在抵制吗？你确定南美都在抵制吗？没有，只有你们欧美国家在抵制中国大陆的新三样啊。那至于说呢，我们讲到说这个。王毅说美方总不能以两副面孔，对待中国大陆啊。美国就是如此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到了那个王毅，见到了习主席，他讲的就是人话；他见到了萧美琴，讲的又是另外一种话。不过我们要注意啊，那个王毅讲到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关系其实呢重回巴厘岛，然后通往旧金山，这个得之不易啊。
好，因为黎巴嫩这边真的是真打，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真主党的总部，结果造成了6死91伤。同一天呢，2度袭击贝鲁特的南郊，所以呢，他们就讲了，我们都直接命中要害。真主党的领袖呢，现在说被击毙了，以色列说他就没有办法再威胁世界。好，可问题是真主党这边当然也不能软弱，说他们是射火箭来回击。那以色列空袭人口稠密区，也就是呢，在贝鲁特虽然说呢是在南郊这边，可是包括了他先前密集式的这个打法，也让很多的平民百姓受伤，妇女老弱来不及跑。现在呢，这个美国防长奥斯汀告诉我们，他事先真不知情。他说没有得到事先知道，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通话的时候呢，其实空袭是已经开始了。然后他们的讲法是，我们为什么会打的原因，是因为下面都藏有真主党的武器，才会是有针对性的打击。好，可是纳塔尼亚胡这样就会缩手吗？好像没有原因是他的部队又在持续往北调了。来看看这个画面吧，这是星期四的时候，以色列释出了多张的照片，说呢他们已经从以色列的南部往以黎边境，也就是他们的北部在走去。那甚至呢，纳塔尼亚胡在联大演说的时候，他也很直接的说了，说伊朗如果真的这一战有来加入的话，我们绝对会打回去。而且呢，他们还已经准备好支持加萨成立文人政府，说两方和平要共存。可是他讲这话，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在联大里头那个画面很尴尬。好，因为呢，他正在讲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呢，就是帮他拍手啊，甚至还有人站起来帮他欢呼。但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其实是直接站起来，你看看，往后走，就直接离场了。很多人呢没有办法接受他的这些谈话的内容，而在联大里头，吉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也有讲话，他说如果有人离开，那就是鸠占鹊巢的占领者。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要成立文人政府，但以色列人，你们的军队有要走吗？你们在我们这边已经杀死了4万多的使者，而且还有15000多名的儿童。他就想要问问，到底你有没有办法会离开，还是你其实想要留下来？这话要说清楚啊！俄乌战同样是已经打到一个激烈点，什么意思？红军城呢，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好，它就是顿巴斯，它一路的往这边攻过去，现在都在红军城还有库拉西夫的方向，也就是呢这个部分他们持续在进攻，在西南这边呢也持续有一个点，它是持续在进攻的。俄军47次都是希望能够突破这个方向的一些防线。好，每天发大概多少？大概有4600枚的炮弹，两军直接对峙，希望把防线给攻破之后，整个它的边境这边就可以往西来推移，直接就到涅伯河这里了。而与此同时呢，也看到了乌克兰现在有 F-16战机，甚至呢可能会被伏击，因为俄罗斯媒体他们讲了，说米格31的屁手已经开始出鞘了，意思就是说呢，他们的超音速拦截机现在也会到前线这边来做出反击。乌克兰就会讲了，你看，他们厉害的东西都出来了，美国不帮忙吗？美国还真告诉你，我不帮忙。他说了，现在放宽让你使用长程武器，你是能扭转战局吗？不行嘛！而且呢，现在在泽伦斯基他去联大开会，同时呢，他有到宾州这边来参访军工厂的时候，做了这一个举动，其实让很多反战的人不是很开心。这是宾州州长呢，他现在在原屋的炮弹上头签名。好，这一签呢，美国记者就直接的讲了，说那个炸弹要杀死看我们没有交战国家的平民，这个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杀害平民的人，他认为都是怪胎。中巴之间其实呢，现在有邀请各国一起来谈乌克兰。王毅的讲法是他觉得应该要召开一次国际和会，要公平的讨论所有的建议。好，这里面呢，欧盟没有参加，美国没有参加，但是法国、匈牙利还有瑞士都有派出了观察员。其实王毅想要讲的就是这两个地理上面就是离不开嘛。那你现在要怎么办？和好是唯一现实的选择，但是怎么样的和好才能让大家愿意和好？这个就是你
攻坚可以透过外交的手段来进行谈判的地方。只是呢，这件事情你还记得吗？北溪案，好，北溪案现在呢说有最新内幕了，在俄乌战爆发之后呢，这北溪这个管线被炸掉。德媒爆料说，其实是乌克兰的潜水员炸毁的，花费了将近有30万美元。民进周刊的报道说呢，这里面大多是平民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是他们的情报部门来带领策划，总统泽伦斯基完全不知情。大家就讲，在要讲可能要和谈之前，又爆出了这样一个讯息，这当中有什么样的秘密？又或者是呢，在这个时间点讲出这么久以前的事情，再拿出来讲这些秘辛，是想透露一些什么样的资讯？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我们从以色列这边来吧，他呢直接轰了真主党的总部，同时强调他们的领袖已经被击毙。没有啦，那个老大没有死啦。不过这个是大新闻，没有错啦，就是他真的就直接打贝鲁特那个地方。对。我觉得纳坦雅胡他的想法可能是，他希望能够惹伊朗进来啦，那美国就一定会被卷入。所以他就是要闹大，闹大就是让伊朗、美国都进来，然后他毕其功于一役啊，黎兰他就占领了，就不走了。是。那等于就是在以色列北部的北部这个黎兰地区弄出一个缓冲区嘛。这个跟他打加沙，然后占领的那个埃及的边界费城走廊，他占领之后他就不走了。这两个都是违反国际法的啦，因为黎南是那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在守嘛，然后那个埃及边界那个费城走廊目前是埃及在守，那以色列都已经把人家打跑了啊。这个实际上我跟你讲啊，五常啊。所涉及的战争，联合国很难处理了。我们本来以为只有5场嘛，现在才发现是5场加1啊，加以色列，就以色列啊，就以色列随便他干，反正美国到时候在联合国都帮他否决。是，所以只要阿拉伯周边国家没有一个足够的军事力量能够抗衡，他就横行无阻啊。所以这个在外面讲一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外交介入啊？那都没有用啊，都没有用啊。我跟你讲，外交什么时候才能介入？就是你要有军事当依靠嘛。那如果你的军事力量进不来，或者你根本不想进来，比如说这里面谁有力量进来？我讲白了啦，就是俄罗斯跟美国嘛。我讲白了，连中国大陆都没有能力进来，对不对？因为俄罗斯可以透过叙利亚进来啊，对不对？可是显然他也不想啊，那这样就没有对手嘛，所以这个就要符合战争规律了，就这样你要等到大家打累了，才有的谈啊，就是他战争一定要打到一个阶段，打不下去，打不下去了才有的谈，这个很残忍的，可是战争的规律就是这样，没错，比如说俄乌战争啊，就你一定要等他打完了，打到俄罗斯啊想一想不想打了。那个时候，那个谈判的方案就会出现。那以色列跟黎巴嫩这个还早嘞，我认为他现在还处于能多占多少，能多杀几个算多少，所以就想方设法看真主党的这个小指挥官啊，看能够多杀几个就算几个。我认为还是这个阶段。那在目前这个情况，黎巴嫩大概就是挨打。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就会变成长期对立的消耗战，因为以色列你是一个只有800-900万的人的国家啊，你周边的穆斯林超过4亿耶，真主党跟哈马斯永远都不缺心血投入啊，你只要假以时间，人家又活过来了，然后又要再跟你打，那。我觉得真正原因是因为阿拉伯国家不团结嘛。对，有钱的阿拉伯国家，请问你们在干嘛？你们有真的去制裁以色列吗？连经济制裁都没看到。对，就是没有让你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观察？这个
我觉得亮哥讲的没错，旁边号称那么多阿拉伯国家，有钱人比穷人更怕死，何况卡达、阿联酋这种根本人口就很少，我到那边去看，全是外劳，对，而且还有的约旦还亲美，约旦还是回教里面地位很崇高的，他是当年是个穆罕默德的后代，所以阿拉伯国家真的能打的是伊朗呢，陆海空三军都用不上，空军比不过以色列。我早讲过，以色列是全世界空军最狠的，而且战力最强的。那伊朗的空军飞不过去。第二个，陆军根本走不了上1000公里去打，所以他只能透过也门呐，给一点飞弹去打人家这个红海的船，给叙利亚，给这个伊拉克那边偷偷运一点东西给真主党。那以色列的态度很清楚，你真主党没事巴事就给我打个火箭弹，那你的火箭弹射程也不过几十公里上100公里不到，那我就把离南往前推嘛，往北推，我把你打出一个足够的安全的这个战略空间、战略安全走廊，那我才能够安定嘛。而且他选的时机，你拜登不选了，民主党跟共和党选的要11月就任到明年2月，他足足有6个月时间给他施展球拳脚，左边解决哈马斯，右边解决这真主党，这是纳坦雅胡打的如意算盘嘛。他今天走到这一步，退此一步既无实所，他要下台，他马上就没得混了。那不下台，那我就趁这6个月把所有问题解决了，我还是以色列的英雄。这个算盘是这样打的，所以这个黎巴嫩这个仗啊很惨。以前他的首都贝鲁特是一个小巴黎，很漂亮的一个城市，今天被这样打，你说真主党能打吗？真主党手上的火箭跟飞弹都不是很高级的，所以每次喊报复，打的特拉维夫的上空，以色列老百姓等于看一个烟火秀嘛，铁拳、铁穹、大卫投石者、爱国者，还加上美国的神盾，那天空一片烟火，打不到几发。而且我们看真主党的这个火箭弹着点，那个照片上看起来零零落落的，都没有一个重大的建筑物在田里面哪里打，所以它精度不够。第二个，如果以色列发动步兵战车去攻击的话，真主党没有重武器啊，真主党只是黎巴嫩中间的一个党派啊，所以其他党派也不见得是愿意挺他，所以这个问题啊，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蛮悲观的。我们从历史上看，当初6日战争就是这样，我们中华民国还派了一个战院院长去指导他们的战略，没有用，团结不起来，所以这个下场黎巴嫩很蛮惨。第二个，我们看莫萨德的情报做得实在太好，第一个差不多你的集会了，干部啊在哪里开会，他可以轰炸得到。前面 BB 扣那件案子呢，把黎巴嫩所有真主党的重要干部打伤很多，前面搞掉3-4千人的死伤，后面这次轰炸也搞到2000人，所以你要说真主党有没有能力反抗，我深表怀疑。顶多俄罗斯给一点飞弹，但是我跟各位讲，飞弹解决不了战争的问题，顶多打坏几个城市，但是没有陆军占领这个疆界才有用。所以乌克兰也会打到欧瓦河，它有一个天然疆界，这很早以前我们按照地缘战略来判断就懂了。是，好，请教一下严老师怎么样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中东战争啊，大概现在，当然美国是希望它能够不要再扩大啊，在这个特别在选举之前，但看起来纳坦雅胡就是准备要全面性的跟所有挑战它存在的这些组织都要对抗啊。除了这个我们讲哈马斯之外，可能这个在也门的这个，他可能也会以后打进也门都不一定的啊。就是然后再加上在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然后再加上背后的伊朗，所以看起来今天这个以色列的就是已经杀红了眼，绝对是要把所有他认为
这个是潜在会对他造成有威胁的这些潜在的这些敌人，全部都要灭掉。但是呢，你不可能消灭所有啊！我还是套一句我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当这个卢安达发生这个种族灭绝的时候，那有一些糊涂族就问这个刽子手说：“他们好几百万人，你们真的能够杀掉他们吗？”他说 ：“Why not？” 他说：“我们已经 halfway there 所以但是你就知道今天不太可能你全部，然后你就创造出更多未来为了要报仇的这些恐怖分子，所以以色列等于是为自己现在处理掉敌人，可是未来的威胁可能会更大而且阿拉伯的后裔这个人口是越来越多的，我不相信他们不会把这个东西算进去所以这是以色列问题。那当然，在以色列现在我们看起来在联合国会被孤立。那既然你们美国都不喜欢联合国，为什么以色列跟美国干脆不退出联合国算了？你也不真的是因为联合国对你们都是批判们，都是通过决议如果说今天美国没有祭出否决权，譬如说在大会通过的决议，那个比数是非常悬殊都是10-1的比数。那你今天就表示你这个国家，我不相信一个国家就是说因为大家畏惧于所有的强权然后就不敢来，好像就是来谴责你，不会这么多国家今天谴责你，就表示是说，他们也不怕美国了然后投下这些票。那有一些我们讲说，你看这个上次要求以色列就是处理巴勒斯坦的问题的时候，整个欧洲只有捷克一个国家支持美国，跟美国站在一个立场，然后那10几个国家一看都是太平洋岛国，你就晓得美国跟以色列你们已经变成是非常孤立了。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今天如果包括乌克兰也好，今天有很多的和平方案，大家推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应该要见好就收就是应该就是包括俄罗斯也是一样，包括泽伦斯基认赔杀出，包括这个以色列也是见好就收，不要再创造更多的这个困难。我相信美国不愿意再看到这些持续下去，因为美国人也讲，当你这两方面都有战场的时候，美国自己是很想对付中国，他没办法全力对付中国嘛。好，再来呢，要带你来看到的是什么？是这个叫见红，赶紧跟上，什么意思？昨天其实不是昨天，这星期几乎所有的微博大家都在讨论什么？讨论股市赚钱同学醒醒吧！来看您看到触底反弹，还真成真嘞！我还记得呢，在年初的时候，大家一直在讲说，哎呀，股市怎么那么难做特别是在对岸这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呢，你本身有在大陆做投资经营陆股的朋友，结果现在这个一反弹不得了了，这个星期涨幅高达16%，2008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好，沪深指数的这个涨幅呢，现在让彭博社怎么讲？他说这个叫疯狂的一周，带动了香港的中概股指数也上涨了2.5%，创下了2018年以来最长的连续涨幅记录。你会问，消息面在哪里？当然就是在我们的中央啦，央行降准发威。好，所以呢，在这几天，据说对岸的股市开户不但明显激增，甚至很多人还是愿意排队1个小时，就为了线上要开户。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呢，其实在习近平他亲自去主持的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表态，要努力来提振资本市场之外，他们的3大巨头银行也马上祭出了17件要来提振中国的经济。不但是降准，同时呢，资金他们也开始发散出来了，投放了大概有4.5兆的资金。好，这一些呢，对于所有的投资者来说，大家都看得懂，所以想进场的动作就要快。原因是因为呢，他们现在还要发这个2兆人民币的特别国债，一堆的刺激政策之下，就连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相关 ETF 也创下了2年新高。譬如阿里巴巴现在上涨了3.1%，京东呢则涨的3.9%。好，比较多的呢是什么？蔚来汽车上涨了6.2%，或者是哔哩哔哩呢也上涨了5.4%等等等。那这一些高盛就讲了，未来都可能是在美股
之后大家再看，有可能会有一些的修正等等。这个他们称作金融指数，过去呢4天飙升了19%，未来会变成了他们一个重点的对象。那为什么一直在讲说现在大家很激动啊？原因是因为这一位最近很红，叫上海的爷叔，他就直接告诉你了，这个叫国家给你机会。我们听听他原话。这是国家又只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抓不住，那么你这辈子，特别上了年龄，50岁、60岁，你就这样了，你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再来机会就是要到何年何月，你已经7老80岁了。好，你会问他是谁？上海爷叔最近爆红的原因是因为他上个星期的这个直播哈，里面的一些的内容包括什么？包括说呢要买真正技术含量的龙头公司啦，然后中信证券要修整啊，然后上海 A 股9月底说会看到3300点以上等等等，这一些被大家说他是预言家，所以呢现在那个感受是你从微博这讯息就知道嘛，什么 A 股从反弹走向 A 股暴涨啊等等等，这一些大家开始在讲，连大妈那个扫厕所的大妈，现在每天也都说我赶快要去开一个户，那种感觉就是全民都是在拼经济啦，背后呀跨季到好，可是这个国家也来中国拼经济。就是澳洲，澳洲呢现在来了，他是来了一位他们的国库部部长，谈什么呢？谈中澳的战略经济对话。这其实呢也是2017年之后再一次了来对话，中间那几年状况真的不好。现在对话完之后呢，澳方这边也讲得很直接，有没有可能啦？我们圣诞节前龙虾可以好一点点哦，取消一下我们的这一些限制，让我们能够互利共赢。那目前呢，他也说了，你们的这些刺激措施其实也可能会让我们很好哦。原因是因为彼此之间大家都还是整个经济体，希望能够一起带动嘛。至于在中方这一边呢，现在他的做生意已经从一般你可能想象的贸易啊、海产啊、水产，他们开始卖飞机了。这是来自巴西的这一家公司叫做道达尔航空，他们呢说要来跟中方买 C919，一次买4架，同时呢，他们还要协助 C919在巴西这边获得认证。而路透社的报道是说呢，其实在他们巴西当地的部长啊等等，已经呢有表达意愿之外，后续呢他们还会再持续提供，比如说中国商飞间的谈判，然后呢会有一些融资具体的作为，慢慢的会出来，希望明年3月就可以来交付 C919到巴西这边经营民航事业。这整个都是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老师要听对人，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样来看触底反弹。这个真的是这个星期所有在对岸又或者是呢有在玩陆股的人，大家都看到之后说哇，真的反弹。我跌破2700，我就叫你进场了。老师在讲，我没有听丢笔。不过我跟你讲啊，哎，我不相信有人2700抱着一直到3085没有走，都没走，我不相信啊。所以我股票都是这样啊。这个其实你看到大妈进场，你就要准备卖了啦啊。哦，这个就是擦协同理论啊。如果擦协同都准备要去开户，那就是要跌了啦。而且这个大妈还说年底涨到3300。现在都已经涨到3085了，欸，那到了年底不到10%，没有是月底啦，嘿，这个月底啊，嘿，他是说月底，它不会一直涨啊，它不会一直涨啊，而且我跟你讲，它主要是因为外资跑得太久了，所以急着回笼开户，所以很多都是外资啊，懂啊，你不要以为都是散户了，不是啦，就是外资那个 ETF 都要建立部位嘛。所以就投资银行电话都接，手都接得软，都接软了，是敲大单的啦，就是敲大单的，就是他要建立部位，所以那这一波当然是因为它是3管齐下啦，它不只是股市，而且还有货币，那还有财政，所以三管齐下啊。可是这个要持续。还是要看它有没有反映在消费上啊，因为我跟你讲哦，货币现象、财政现象，还有比如说降存准率这种等等啊，这个大陆以前都试过，那到最终消费还是没有上来啊，然后那个民间企业的信用贷款也是没有上来啊，
因为这个牵涉到你对经济乐不乐观的问题了。是，中国大陆真正的问题是消费低迷、投资低迷，所以它不得不用国营事业来带动，就投资嘛，那出口是亮丽啦，可是就是有一些特殊的项目，可是我们知道 GDP 是三头马车嘛，那个出口是没问题，投资对不起，大部分都是公营部门在带动，那另外一块就是消费，消费非常弱，那这个当然跟房地产有关啦，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转到消费开始有复苏的力道，然后民营企业愿意投资，那时候股票才会继续涨破3500了。哦，喊到3500，我有点心脏。可是有2个前提哦。好，有2个前提。我们先听一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刚刚讲到哈，在经济股市这一边，看起来大陆好像一片亮好，可是呢，刚刚很多人会有不同看法，比如说亮哥就有不同看法，请教一下将军怎么来观察？亮哥的看法，这是他一片大好里面的阴影嘛。现在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嘛。你的银行敢不敢贷款给中小企业？你中小企业有的贷款才能够当然吸收这个，他也要有中小企业愿意申请贷款。对，问题是中小企业要看到希望才会申请的，这是相互关联的啦。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大陆对金融的管制都是国营企业才贷得到钱嘛，对不对？其他人搬不到钱，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还有一个消费的问题。中国人向来很节俭，存了钱不是买金子就是往银行存嘛。所以你看啊，据我了解，这个工商银行是很大的银行吧，对不对？在香港的工商银行1毛钱赚不到，国际商业玩法都完全不懂，耍不开，它就是靠大陆的存款，因为金融的也要靠技术跟外面接触的这个人才要多嘛，所以中国大陆的问题，这个是每个县市政府的债务太重了。我们看一个穷乡僻壤里面盖个白宫，你能相信吗？对不对？还有什么当成100万村呢？盖了那真是比台湾的豪宅还漂亮呢，这一下就破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财务结构啊，这个有钱的搞关系再去搞 quota 又去卖，不是正常的经商了。所以大陆经济要起来，就看它这3管齐下。能不能对房贷那个问题能够解决的话，可能还要个2-3年呢。那你怎么样看中澳之间的这些战略对话呢？因为呢，这其实呢，在整个国际局势上面来说也是蛮重要的。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杨老师来帮我们解析。刚才有提到主持人在这个广告之前提到这个。中国跟澳洲这个重启这个战略经济对话那我想澳洲当然最近在这个战略上面跟美国一直走得很近，可是澳洲里头也有很多反弹的声音，觉得说这个跟这个潜艇的这个计划整个完全被骗了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澳洲来讲，他们尤其是包括以前的首相 Keating 他们都讲出来，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不平等条约那现在看起来澳洲希望有点平衡。那中国大陆的经济虽然不是像美国这么大体那么大这么强，但是也跟美国当年有点类似，就是说如果美国的经济好，大家都好都全世界都会有些帮助。如果美国的经济不好，大家都会，我们以前讲嘛，美国打个喷嚏，日本就已经感冒了，然后台湾已经得到肺炎了那现在大陆可能也是一样，大陆的经济不好，对全世界也不是好事。